时钟就是一定要给它在走。时钟在家里不走的话，以前的人就说啊不吉利啊不好。有些人会叫我们工匠，有些人会叫我们 clock repairman， 人家讲叫我们，我都无所谓。维修时钟最重要的工具就是放大镜、tweezer， 还有 pliers。32岁的吉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小，但在这一行他已经有超过10年的经验。多年来，不计其数的钟表经他们家3代之手，在修复后继续数着光阴。我们在新加坡的那个culture，如果你没有生病，你不会去看医生的，跟时钟一样。时钟停下来了，他们才拿去维修。这些机械的时钟，每8年、10年你都要 service， 所以大多数我们遇到的时钟机芯就是哇，特别的糟了。就是特别的肮脏，需要很多时间来把它维修回。没有一个时钟是修不好的，只是说我们的时间要花多少钱。修复钟表可能花上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，有时碰到所需部件已经停产，就得靠一点运气和人脉才能找到。这当中的寻觅和等待是少为人知的煎熬，牺牲更不在话下。维修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带一个我们叫 eye loop， 就很 straining 啊，就是用一只眼睛来看。我的爷爷的眼力，他每个月都要去医院打针。我爸爸的眼力就是比较慢慢 deteriorate。吉祥自小在店里长大，看着爷爷和爸爸尽心尽力地为顾客修复钟表，耳濡目染下，他对这一行有一份说不出的情感。在店里就吵吵闹闹，跑上跑下。时钟的 gears 我们拿来做 spinning top。以前爸爸就是拿这些齿轮给我们玩。如果现在我没有那些时钟的话，没有这些声音，我真的有可能有时候睡也睡不着。我的爷爷他有跟我说过，你学一个手艺，你就饿不死。以前是挺多手表店跟钟表店的，只是说现在越来越少了。提到修复钟表，吉祥能说上3天3夜，但是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接手家族生意，只是当初爸爸突然病倒，自己又不知如何规划未来，就先把担子扛下。小时候我是很顽皮的，我很讨厌读书。我以为就是说修理时钟也需要读什么书，我用我的手修理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其实讲真的，很多书要读的，你要做很多 research。我觉得是一个借口来的啦。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读多少书，你还是会去想要了解更多东西的。没有专业训练，吉祥靠自学，靠爸爸的传授，还有爷爷生前的教诲，凝聚成自己的实力。他爸爸在坚守岗位30余年后，终于能退居幕后，有空就帮帮忙。现在他是老板，我是帮他打工。有一天我也是做不了的，他就要做了。他现在有一点点依赖性哦。那我不在的时候，这么复杂的东西你都会做嘞。有时候我也是碰到那些很复杂的机器，那个 troubleshooting 他们比较容易，他们的头脑操作的比我们快吧，就他们的 hard disk 比较好咯。有时候啦，是 rare，very rare，don't even have 这种 opportunity to 听他讲这样的话。我倒觉得啦，你做好，你必须要做好嘛。你一直做好，我一直夸你也是没有用。我做几10年，我都不敢讲我是。完了，你一直讲我不好。
是不是？现在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他。当初每一道工序都要经爸爸点头，吉祥才敢放心继续。经过多年磨练，他如今已能独当一面，手艺在时间的锤炼中越发纯精。所谓10年磨一剑，吉祥是慢慢的变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。我放在3楼。最大的挑战就是说，客户就有一种眼光，就是说，哦，小弟你会吗？比较 skeptical， 就你20多岁，你有没有那个办法跟我维修我这个古老的钟？可是久而久之，慢慢就是越来越多客户就来找我啦。哇，这个年轻人啊，是真的可以的啊，这样。超越他们的话，不敢讲啦。可是，一定是想要超越他们的，他才会放心让这个店给我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有孩子的话，我一定会教他们啊，因为这个手艺就是很像我们的 family heirloom。如果我可以做到我老，我就做到我老。Until the day that my hands cannot move, my legs cannot move. Yeah.